大家都知道，有糖尿病的人一跟甜字沾边的食物就会觉得这不能吃。那对于玉米，到底是升血糖还是降血糖呢？玉米是常见的粗粮，其中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和维生素，营养可以说非常丰富。但是玉米的升糖指数呢是55，是低血糖负荷食物，所以可以用玉米代替白米饭作为主食吃，对控制血糖是有帮助的。还有呢，没事儿用玉米须泡水喝，也有辅助降糖的作用。那有的人会说，甜玉米很甜，还是吃糯玉米比较好。那这种说法呀，并不对。甜玉米虽然味道甜，但是升血糖能力并不大，它的甜味是来自中小分子糖，而糯玉米含有的支链淀粉比较高，它的水解速度很快，升糖效果会更高一些，所以吃甜玉米会比糯玉米更好一些。但吃玉米时不要犯2个错误哦，一个是吃的太多。平时吃玉米吃1根就可以了，尽量呢在餐前吃，也不要呢吃太多的主食，然后再吃玉米，这样就容易升高血糖了。还有一个是少吃玉米制品，虽然玉米的升糖指数不高，但如果制成玉米制品就容易变成升糖食物，所以还是少吃玉米制品比较好。那你喜欢吃甜玉米还是苹果？是生活中常见的水果，很多人喜欢吃。对女性来说呢，经常吃苹果还有美容养颜的功效，尤其是早上空腹吃1个苹果，坚持一段时间，身体或许会尝到3个甜头。1. 可以帮助消化。苹果的营养价值非常高，其中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果胶和鞣酸等物质。如果早上空腹吃1个苹果，可以帮助消化，对身体有好处。2. 可以帮助减肥。对于想要减肥的人来说，是很适合早上空腹吃苹果的，因为苹果的热量低，而且还能够增加饱腹感，对降低体重有帮助。3. 可以预防胆结石。胆结石大家都知道，对身体呢是有很大影响的。但如果早上坚持吃苹果，可以防止体内出现胆结石，因为苹果中含有大量的半乳糖醛酸，这种物质对排毒有很大帮助。虽然吃苹果对身体有好处，但是建议肠胃不好还有血糖波动的人最好就不要吃了。很多人都有早上起床喝1杯水的习惯，这也是很养生的一种方式。但是喝水也是有讲究的，要注意下面这3点，要不然喝了也白喝。第1点，水温不对。早上喝水的水温一定要掌握好，如果太凉会对肠胃造成刺激，太烫容易给口腔和食道黏膜造成损伤，所以水温应该在35到40度是最好的。第2点，喝水量不够。虽然早上空腹喝水对身体好，但是喝水量不够是达不到养生效果的，最好喝到200毫升左右，这样才是最好的。第3点，喝的水不对。有的人觉得白开水没有味道，所以早上喜欢空腹喝一些柠檬水蜂蜜水甚至有的人用咖啡和饮料代替。这些饮品一般都不适合早上空腹喝，所以建议大家还是喝白开水比较好。其实早上空腹喝水并没有那么复杂，只要你喝对了，那么就能够达到养生效果了。跑步的最佳时间是几点？晨跑时要注意这3点。跑步是一种很好的锻炼方式，尤其是晨跑。很多人呢喜欢早上5点钟起床去跑步，那这样真的好吗？早上跑步的最佳时间是几点呢？其实是不建议大家早上5点就起来去跑步的，因为这时天还没有完全亮，很容易出现事故，而且呢这个时间的空气也不是很好，所以建议大家呢可以在7点到10点左右进行晨跑。而且想要健康的晨跑，还要注意3点，要不然就白跑了。第1点，跑步前做好热身。跑步前热身可以避免身体受伤，建议大家可以先在原地慢跑几分钟，或者做高抬腿的动作，做完之后再进行跑步。第2点，跑步时间要适当。虽然跑步对身体有好处，但也要适量。如果跑步过量，会对膝盖或者是其他关节造成伤害，所以建议大家每次跑30到40分钟，1周跑3次是最好的。第3点，跑步时不要空腹。很多人早上起床之后不吃东西就去跑步，其实呢不建议大家空腹跑步，因为这样很容易低血糖，
所以跑步之前最好适当的吃一些东西，这样有助健康。上是养生的好时候，对于想要减肥或者是保持好身材的人，如果能在早上养成下面3个好习惯，身材一般都不会太差。早起后坚持排便，每天早上排便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因为我们经过一晚上的休息和新陈代谢，体内会堆积毒素垃圾。如果早上能够及时的排便，将毒素垃圾排出体外，不仅对身体健康有利，对减肥也有帮助。早起后坚持喝1杯水。早上起床后，身体也是处于一个缺水的状态的。如果能空腹喝1杯水，不仅可以帮助身体补充水分，还能加快新陈代谢，促进肠胃蠕动，对减肥也有一定帮助。早起后坚持运动，早起后适当的做一些运动，对加快体内新陈代谢、增强肠胃蠕动也有帮助，可以避免脂肪的堆积，对保持好身材有帮助。俗话说得好，一日之计在于晨。早上呢，应该是精神饱满、充满活力的，但有些人会出现浑身不舒服的情况，其实这就反映出身体的问题。早上起床后若没有下面这3种症状，说明你的身体还很好，没什么大问题。第一，皮肤水肿。早上起床后，如果发现皮肤出现水肿，在排除是晚上睡觉前水喝多了，或者是平时盐吃多了引起的，那么就要小心，很可能是肾脏出现了问题。第二，头晕、眼冒金星。早上起床后本应该是头脑清醒、精力充沛的，但如果出现头晕、眼冒金星的情况，就要注意一下血压了，很可能是血压出现了波动。第三，浑身无力。早上起床后，如果觉得浑身无力、没有精神，即使待了一会儿也没有缓解，那么就要考虑是不是血压、血糖出现了问题。那上面这3个症状，如果你都有的话，就要引起重视了。最好呢，很多人早上起床后会发现自己头晕头痛、没有精神，而且呢还越睡越累，这是怎么回事呢？可能是你踩了3个雷，希望你心里有数。生气睡觉。如果经常带气睡觉，很容易损伤大脑功能，影响睡眠质量，这样就容易导致第2天早上起床没有精神，反应迟钝，甚至有头昏脑胀的情况。睡觉蒙被子，很多人喜欢睡觉时蒙着被子，这对身体健康是非常不好的，因为蒙被子睡觉容易影响大脑气血循环，时间长了会伤害大脑健康，也会使人第2天出现头晕头痛、反应迟钝的情况，让人感觉越睡越累。晚上熬夜。熬夜的危害大家都应该清楚，那经常熬夜会引起内分泌紊乱，抵抗力下降，也会损伤大脑。如果前一天晚上熬夜，睡眠不足，也会导致第2天早上没精神、头晕、全身无力。话说一日之计在于晨，早上是养生的好时候，而且早餐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早餐吃对了，那么对肝脏也会有帮助。第一个，蔬果类。蔬果类食物中含有大量的水分和维生素，比如菠菜、胡萝卜、苹果等。早上适当吃一些，不仅可以为身体提供维生素，对肝脏健康也有帮助。第二个，粗粮谷物类。吃早餐的时候，适当的添加一些粗粮谷物，可以帮助身体增加膳食纤维和维生素 B， 比如小米、豆浆等，能够促进身体的新陈代谢，为肝脏减轻负担。第3个，含硒的食物。生活中含硒的食物有很多，比如鸡蛋、蘑菇、肉类等。吃早餐的时候，适当的吃一些这些食物，可以增加肝脏的解毒能力，对养肝护肝也有帮助。那上面这3种有营养的食物，早餐时配合吃一些，肝脏也会感激你哦。睡晚起与早睡早起有什么不同？哪种人更长寿呢？现在就来说清楚。先来说早睡早起。早睡早起对身体的休整非常的有好处，因为晚上11点到凌晨1点是肝的排毒时间，凌晨1点到3点是胆的排毒时间，而凌晨3点到5点是肺的排毒时间。如果每天能够保证充足的休息，作息有规律，那早睡早起可以调节好人的精神状态，对身体新陈代谢和排毒也有帮助，这样也有利于长寿。再来说一说晚睡晚起。
晚睡晚起呢，很容易引起排毒的紊乱，影响人的生物钟，还容易导致内分泌紊乱，抵抗力下降，对身体健康呢是不利的。但如果能调整好睡眠环境，保证7个小时的良好睡眠，那么应该也就没有什么问题。总的来说呀，不管是早睡早起还是晚睡晚起，都要保证7个小时的良好睡眠，并且呢要保证规律的睡眠，这样对身体健康才有帮助。那最后提醒大家，晚睡晚起呢并不是什么好的习惯，建议处于青少年阶段的人最好呢不要有这样的习惯。好了，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还有什么疑问或者是建议，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我们下期再见吧。